镇压了1000年的大魔头被意外放出，他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，每日绞尽脑汁干坏事，但每次都能阴差阳错地帮助人。好了好了，叶明将军真是太灵验了。Oh no！ 百姓不仅把他当作神灵，还为他修庙建祠。随着每日来祈福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当地的土地神。喂，你们他妈的快起来啊！我一个大魔头被你们拜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也就是老子现在魂体虚弱，不能对你们做什么。等小爷我恢复魔气，我全都给你们吃喽！我让你们拜。晚上，叶明正在祠堂中吸收阴气修炼，忽然感受到外间有阴气呼啸。叶明出来一见，夜空中有一队人，不，一队鬼，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神秘力量，而且全都比叶明要强。哎呦我去，这下凉了，都怪那群憨憨，天天对我拜得跟真的一样。这下好了，把抓鬼的都给拜来了，我这鬼生算是到头了。叶明，我乃炎华城隍上山寺副上一托，我的来自是为此婚与上前受封。城隍咒封，这是闹哪样？难道是我天天被拜出个编制来了？哎呦喂！你们说自己是城隍就是城隍啊！这年头连鬼都能装神弄鬼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牌货？要不先给我看看你们的城隍证。李拓差点被叶明给气笑了，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神秘力量。那我倒想知道哪个冒牌货能有这么正宗的阴间特效？这可不是5毛钱做的，这是货真价实的香火愿力。哦，原来一直在我身上包裹的是香火愿力。城隍老哥，什么是香火愿力啊？香火愿力都不知道，还真是个野路子出身。所谓香火愿力呢，便是汇聚了凡人信仰之力。我等阴魂之术修炼此力，可长存于世间，且不惧阳光。你受了2年半的香火，自然变了。哦，香火愿力有范围限制，你现在只能算是土地，离了自己认知的村子，自然就没了。没了愿力和孤魂野鬼没有任何区别，随时都会被城隍灭杀。好啊，多说无益。老张村叶明屏风，金风万位。老张村上河湾下河湾，咱村主得真实。等等，为什么还让我坐上河湾下河湾的土地？是这样的，各城王子现在人手紧缺。叶明对此并不在意，他又不打算履行身为土地的职责，只想怕拒绝后会被发现，还能享受身为土地的便利。原来没了身上这愿力就可以吸人血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叶明便决定今晚就行动，找个倒霉蛋杀了取血。村外20里外关道旁边的一处破庙中，正有一群人在此修行。大哥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在这里怕是不安全，我觉得还是连夜赶到府城的好。山路难行，黑灯瞎火的，万一落下了山崖，人死了不说，货也交不上去，到时让镖局的兄弟们怎么办？大哥说的在理，只是我听说这条路上不怎么太平，说是有脏东西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出门前带了金光道长开过光的符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哦，金光道长在这一带好像还挺有名的，可是他的东西老贵了。大哥，你的符囊花了多少铜钱？道长说与我有缘，原本要50两银子的灵符，5两就卖给我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，循声望去，便见一个美貌妇人怀抱婴儿走来。那妇人看到一群汉子，吓得大叫一声：“哦，妈呀！”这位夫人不要怕，我们兄弟都是外出走镖的，只是在此地歇息，没有恶意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走在路上？看到几人没有恶意，妇人便放下心来。小女子娘家是府城的，后嫁到了封家村，生了2胎都是女儿。丈夫恼羞成怒，一纸休生，将我和才出生不久的女儿赶出了家门。现如今这肚子里实在没东西，走不动了。络腮胡见妇人实在可怜，就从自己的干粮袋里取出一块比地。妇人也看破了络腮胡的心思。小女子此生已决意不再嫁人，今日蒙大人相救，无以为报。若大人不嫌弃，小女子愿以此身报答大人恩情。哦，妇人将孩子交给镖局大哥，只身一人朝着不远处的小树林走去。络腮胡站在原地抓耳挠腮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大哥轻轻摇晃着怀中熟睡的婴儿，朝着络腮胡做了一个滚的嘴型。哦，众人都怕吵醒了大哥怀里的婴儿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很快一炷香过去，看不出刚子还挺厉害。上次去逛窑子，他都没用这么久。可能是好久没碰女人了，要多释放一下，理解理解。又过了一炷香时间，络腮胡还是没有回来，众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不应该啊，孩子还在这儿呢。老陆，你们去找刚子。结果那3人去了之后，半晌也没有回来。大哥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不管他们了，货要紧，立刻启程。
哪怕拼了命也要把货送到。随着马车离去，破庙顶上忽然出现一道人影追了上去，路边飞出一个西瓜大小的黑烟团，正是叶明。本将那几个镖师当做这次目标了，居然还有更厉害的东西盯上他们。妇人确实是人，但不知被其用什么手段胁迫控制了。不出所料的话，对方的目标应该就是镖师押送的货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呢？还好我提前取了出来。看向被放在地上的女婴，叶明感觉到吸血的本能开始催促着自己，随即飘到女婴面前，幻化出一张嘴。女婴见到一张嘴在面前飘舞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感觉好丢模，老子可是要成为世上最厉害的大魔头的，第一次居然是要杀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婴，不行不行，以后说出去要被同行笑死。算了，反正今晚出来白捡了一个宝贝也值了。老张村有个寡妇，20来岁就守了寡，平日里全靠织布挣些钱用。张王氏听到门外有女婴的啼哭声，见女婴生得白嫩，哭得可怜，张王氏心软，给抱回了屋里。回到祠堂，叶明打开锦盒，里面放着一纸帛书，散发着些许的道门紫气。正玄五行法，城隍发的新神须知里面强调了正玄门这个门派，那可是建立至今近2000年的名门大派。没想到那群镖师押送的居然是正玄门的正玄五行法。不过我一个大魔头要这东西干什么？引天雷自枪啊！我怎么这么傻？像我这样千古无一的大魔头，将来肯定会和正玄门对上的。现在先了解他们的法术，将来遇到了好做应对啊！老子真是个天才。想到这里，叶明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，捡起正玄五行法研读了起来。张王氏自从多养了一个女婴，本就拮据的生活更加艰难了。为了照顾女婴，不得不每天出门挖点野菜。这一出门，那可就躲不过张铁三那群破皮无赖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关你的事，让开！还挺泼辣。听说你捡了个孩子，就是他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，不如自己生一个怎么样？一个人生不出来的话，兄弟们可以帮你一下。张铁三正要行动，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张铁三等人被吹得东倒西歪，一群人都进了河里，成了落汤鸡。妈的，哪儿来的怪风？铁三哥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中邪了？走，都跟我去叶明祠上炷香，有事让神仙去刚。祠堂的人见村里的泼皮前来，都有点紧张，不知他们又要闹什么幺蛾子。张铁三刚到正堂，就见堂中忽然吹出一阵风，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正堂。这下泼皮们彻底慌了，一个个都吓得在堂外连连磕头。堂内的其他人见此，心中不免爽快，都对这位叶明将军肃然起敬。真是苍天有眼了，叶明将军显灵了，是个好神仙啊！头一次见神仙帮着收拾泼皮无赖的。正堂内飘在香炉上方的叶明收回了否定。这群傻屌在欢呼什么？我只是想试一下自己修炼的法术怎么样而已。见方法可行，叶明又美滋滋的研究法术去了。他却不知，一条关于叶明将军治泼皮的传闻就此传开来了。这天晚上，叶明正在闷头练习新法术时，忽然又感觉到祠堂外有阴风袭来，还带着一股子香火怨力。叶明见来人和上次不一样，他们的腰牌上写着罚恶2字。吾乃阜城城隍庙法厄司副手张德才，叶明，你何之罪？上集说到，镇压了1000年的大魔头被意外放出，他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，可绞尽脑汁干的坏事都成了造福百姓的好事。最后不仅被封为了当地的土地神，还奉命接引村中去世的人。我这是死了吗？对，死了，死得很彻底。那您是叶明将军？是老子我，现在你暂时归我管了，跟我去祠堂，我会通知府城隍的阴差来接你走的。将军，村里人去世都是由您在接引吗？您长得可真帅啊！喂，我说老头儿，拍我马屁可不顶用。这么着吧，待会儿给你安排个首冲豪华大礼包，直接送你骑上神鹤，来场说走就走的西天之旅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够了，够了。傍晚时分，就来了2个阴差接人。送走了阴差，叶明发现老头的体内还有一股子怨气。金神须知说过，如果有怨气一直不散，就有一定可能尸变，只是时间不确定，可能10年8年，也可能是几十年。叶明一路飞了20多里，终于找到了老头下葬的地方。随后叶明魔气涌动，下一秒，刚买好的土全都飞了出来，周边的阴气都开始向老头聚集。这下只需2、3个月，老头儿就会尸变了，那场面一想就刺激。不算完的叶明施法拌了一堆水泥，直接将其全倒进了坑中。叶明一个连人都没杀过的可爱魔头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他只想知道僵尸能不能从水泥坟里面爬出来。叶明的所作所为引来了城隍程厄斯的不满。吾乃阜城城隍庙法厄司副手张德才，叶明，你何之罪？看来我1000年大魔头的身份暴露了，我就说我不当这土地，你们非叫我当，这下真死翘翘了。念你初犯，皆所谓是为行善，从轻处罚，方我1月相果。
啊，就这？怎么，你敢与凡人服侍，擅行赏罚，你是先发的亲了？原来是这个啊！没有，惩罚很公正。你没有意见就好。还有一事，你若能立功，不但不会发魔的降我，还能在额外上赐你更多降我。不知是何事？前几日，府城路员外花中进韦小儿子所求的功法，被欲要解夺而去。其若是从你的地界经过，要及时禀报，能得3月降我奖赏。我会留意的。等罚厄斯几人走远，叶明拿起正玄武刑法。谁能想到这东西在我手上呢？不过自己这祠堂建造，卢员外就出了不少力，现在又拿了人家的东西，这么一想，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。嘿，不好意思个屁，害人让人记恨，这才是魔该干的事，自己这事干得漂亮。过了2天，叶明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上河湾的祠堂建好了。叶明瞬移到了上河湾的叶明将军祠中，这地方修的不如老张村的好，不过能让我在这村子里活动就不错了，看看能不能寻点猎物啥的。上河湾的北面有一栋独立的院落，这里面住的可不是一般人，而是卢员外的小女儿。小女儿随母亲姓文，是卢员外60岁才生下的，自幼体弱多病，不招卢员外待见，就被安排到上河湾的别院住着了。叶明在文小姐的院落中看到了一股阴气，纯阴之气。院落外墙上贴着有些年月的陈旧符纸。到了内院，便见到了一个女孩持着本书细细观看文小姐身上的阴气，至阴至纯。只是漂浮在她身边就感觉很舒服，如果能将她身上的阴气全数吸取的话，那自己的修为恐怕会直上几个台阶。老子一定要吸光她的阴气。叶明化为一团黑烟，停留在文小姐头上。原来文小姐看的不是什么经史子集，而是俗世话本。这俗套的烂故事有什么好看的？傻子才看呢。拜托你快点翻页啊，看个书而已，这么慢的吗？小姐，这书你都看了3遍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喜看那些诗词文章之类，这样的市井小说最合我意。小姐，你是卢家女，将来要嫁的可是大户人家，要是人家知道你喜欢这些，会被人家瞧不起的。绿衣，你能帮我再弄些市井小说吗？小姐，我说的话你是一点也听不进去啊。听进去了，可我就是喜欢市井小说嘛。绿衣，好绿衣，算我求你了，帮我想想办法嘛。见没有书可看了，叶明便出了小院。出来后发现北方几里外有鬼气萦绕，一只阿飘正鬼鬼祟祟地盯着文小姐的院子。看啥呢？喂呀，你是谁呀？你又是谁？我是陈拉平。不对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老夫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？你是吗？知道就好。老夫问你，你在此作甚？没什么，就是到处逛逛。不说实话没关系，老夫正好也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，就随便吃点垫肚子好了。我头爷爷，我是移山鬼王派来的，大王让我盯着那栋院子里的文小姐，一旦发现有人离去，就立刻向大王报告。叶明虽然没去过一山，但也知道这个地方。这一山鬼王一听就不是个好惹的主。你们大王注意这里多久了？文小姐一搬过来不久后，大王偶然发现了她，之后就派我们来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只是个配角，小配角。这位移山鬼王定是看中了文小姐的纯阴之体，只是文小姐院子里符纸太多，大部分鬼怪都无法接近。文小姐的阴气是老子的，什么狗屁移山鬼王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保证文小姐近期都不要出门。至于稳住文小姐的方法，那就是府城里弄些俗世话本给她，这都是为了不让移山鬼王得逞，和叶明自己想看没有半点关系。这天，老张村学堂里的白先生要回府城一趟，这让叶明眼前一亮。有了白先生的浩然正气掩护，根本不用担心被府城的城隍发现。老子真是个天才！嘿嘿。到接近傍晚时，总算到了府城。叶明进了书店，将每种小说都选了一本出来，也不论其是盛行的还是冷门的，就算每种只带一本，加起来也有20余本。白先生说过，读书人窃书不算偷。书是都住了，可是却有一个大问题，带上书之后，叶明就无法穿墙了。从空中飞出去，找死吗？生怕城隍庙阴差发现不了自己。就在叶明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却听到外面街道上有水的声音。延化府的地下排水工程还是做得不错的，修建了不少暗渠。如果从暗渠走的话，嘿嘿。叶明从出口出来时，发现已经出了城。正在叶明暗自高兴时，忽然有了一种源自本能的危机感出现。在他刚躲起来不久，便见2名阴差从城中飞了出来。奇怪，明明有东西触动了不知在暗渠中的帝王，怎么会没留下痕迹？按理说，以帝王的灵敏反应，不该出错才。难道那邪物已经强大到能够隐藏自身业力？正在此时，便见暗渠中钻出一人，一头栽倒在地上晕过去。这不是那个朝廷逃犯庞武忠吗？就是他。朝廷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穷凶极恶之徒，可我怎么看他身上有一股子正气？是有正气，估计是被冤枉的。罢了，人间事与我都早无关系了，休要在意。我观此人身上虽有一股正气，但杀气也是十足，少说杀过几10人。如此浓郁的杀气，的确有可能触动帝王的反应。我是如此，就说得通了。逃了，
此人之事不归我们管，我观察伤势，就算侥幸逃脱抓捕，也没节可活了。到时候说不得还得你我来接他。两阴差聊着聊着便就远去了。叶明飞到庞武忠身边，现在的庞武忠十分虚弱，根本无法阻止叶明吸走精血。只是叶明反而有点犹豫了。现在就算吸干了庞武忠，最多也不过能打赢1-2个阴差，而且要是染上了孽力，可就没办法再当土地了。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机会吸收文小姐的阴气了。想通了这一点后，叶明幻化出一张嘴，对着庞武忠一吸，这可不是吸他的精血，而是吸走他身上的温病之源。庞武忠痛苦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这些布条在自行往身上缠，大惊失色。哪来的妖怪，竟敢暗害洒家！上集说到，叶明为了吸取文小姐的阴气，冒死去古城寻了20本女频小说，途中阴差阳错下救了一位朝廷罪犯。男人痛苦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这些布条在自行往身上缠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哪来的妖怪，竟敢暗害洒家！叫什么叫？没看到老夫在为你疗伤啊！庞武忠只听到声音却不见人，虽然惊奇，但却不是很怕。不知是哪位神仙救了洒家？老夫福德正神是也。多谢老神仙相救。敢问老神仙，您此番可是为了帮洒家伸冤？糊涂！你们凡人之事自己去处理，老夫救你不过是顺便罢了。叶明才不想管那些个闲事，他连土地的职责都不想尽，更别说去帮一个食物了。老神仙说的是，洒家现在无处可去，还请老神仙指条明路。你去下河湾里找一位瞎眼老大夫，他会给你疗伤的。另外，再把这些重要文件放在叶明将军此里，切记途中万不可偷看。这东西也不轻，自己还不能独自在外，时间过长，要赶紧找白先生掩护才行。回到城中，便见一个道士正压着一只妖怪在人群中叫喊：“道长开恩啊！我也是妖啊！我们都是反派啊！是谁给你反派？金光道场威武，有金光道长在，真是百姓福音啊！这是妖怪，这分明是人假扮的嘛！等等，金光道长不就是破庙里那押镖人说的骗子吗？”一群人求金光道长给算卦，一时间金光道长摊位前人满为患。这位道兄，你这妖物不对。此时，一个同为道士打扮的人站了出来。这位道兄，你要来找贫道算卦？道兄，修行中人应当以济世救人为己任，你怎可在此欺骗众人，赚人钱财呢？对，这位道兄说贫道是招摇撞骗之辈，那今日算卦就到这里，贫道告辞。这一下子，周围的众人全都不干了。这是哪来的野道士，竟污蔑金光道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就是，我看他就是嫉妒金光道长的名气和高深法力，来这里捣乱的，让他滚出炎化府。众人将准道人扔到了另一条街上。叶明大呼过瘾，作为一个大魔头，还是喜欢看到道士吃亏的样子。这么看来，那个金光道长也不是那么可恶了。白先生此时正在炎化府卢员外家，此人正是60岁老蚌生珠文小姐的生父卢员外。晚生白谦见过老大人。颜让啊，许久不见了，家中可还好？白先生的父亲与卢员外乃是至交好友，曾一同在朝为官，只是没想到最后丢了性命。大人能否帮小侄寻一幅字画？那是父亲生前为数不多的收藏，当初离京匆匆，没来得及带出来，及至弥留之际，仍对那幅字画念念不忘。不知是何字画，让他如此痴迷？千里恶缥图。什么？所谓千里恶缥图，是1000年前一位不知名画师所作，历来被认为是象征着亡国的不祥之物。卢员外连忙示意白先生不要再说了，并表示自己一定帮忙。万万没想到，那老家伙竟然敢收藏这东西，当真是不怕被诛九族吗？要是真是爆出来，我绝对撇不清关系。事情都办完了，回老张村的途中，叶明偶然发现白先生正和一个邋遢道士结伴而行。这不是吃瘪道士冲准吗？他也去老张村。让先生见笑了，我此行是为寻师门丢失的物件，据说是被一名女妖夺走。如今大致感应到物件在老张村附近。女妖师门遗失，物件老张村，他该不会是正玄门出来的吧？这臭道士怎么没被人打死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叶明回到祠堂处理好了东西，才松了口气。随后瞬移到了下河湾祠堂中，果然看到了让庞武忠放在这里的20多本小说。小姐，你说这些书是哪里来的？当然是神仙送给我们的啦。文小姐伸手蒸了蒸发簪，一旁的绿衣有点奇怪。小姐以前从没有这个习惯的，难道是快长大了，更爱美了？有叶明在时，文小姐受到阴气的影响会降到最低，就连晚上睡觉都会更加香甜。这天上午，冲准道人一身脏兮兮的下山了。福德正神在上，还请接济一下贫道，贫道快饿死了。道长怎地弄得如此狼狈？那天杀的妖怪竟然将那物件绑在山猫身上，害得我在山里转了好几天。要不是贫道有些手段在身，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。不知阁下对附近妖鬼之事有多少了解？道长有所不知啊，此地300里外有一座夷山，山中有一鬼王，号称夷山鬼王，自疗法力高深，害人无数。小神这点微末修为，在那鬼王面前根本毫无用处。别的不说，在我村外就有不少鬼王的眼线在盯着，随时在找机会为难小神啊。
正事莫急，贫道师兄已派人来相助，待贫道略作休息，定将那移山鬼王铲除。文小姐可是自己的头号储备粮，就凭你也敢打她的主意，弄不死你！夜晚，文小姐正坐在屋里发呆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该休息了。不，再等等。不知为何，绿衣总感觉小姐的话里面带了点情绪。最近也没人惹小姐生气啊，小姐这是闹哪出啊？忽然，绿衣又见小姐面上露出了微笑，伸手扶了扶发簪。好了，睡觉吧。奇怪，小姐到底是怎么了？次日，村子里来了一个身形微胖的和尚。冲准道兄安好，贫僧智素受贵派静安道兄所托，前来相助。大和尚受苦了，不妨事，除魔卫道本就是我辈职责所在。三人研究了一番，选在了离义山20里外的老鸦山布阵。叶明打算先一步去看看可有什么不妥之处。刚进山不久，就听到了敲锣打鼓声，似正在进行什么欢庆活动。吉时已到，请神童神女。只见笼子里关着一男一女2个小童，后方还有几个一直抹泪的男女，看去似是他们的父母亲眷。村人们不顾2个孩童的哭喊声，逃也似的下山去了。一阵阴风袭来，一个老婆婆飘忽而来。搬山君，今年的祭品已经送到了。不多时，一头掉进白额猛虎走了出来。你这让人先祭品的法子深得我心，不用自己费力便可享用上好学识，待我攻城，必不会亏待于你。祝搬山君早日攻城，踏平移山，生吃鬼王，得道成仙，仙福永享。凭什么自己混了这么久，一个人都没吃到过？这个臭老虎竟然可以一点力不出，安心享用血食，这太不公平了！叶明涌动魔气，屈指一弹，匕首直指搬山君的屁股。你这魔头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为何突然袭击于我？搬山君莫要误会，早就听闻搬山君志向远大，修为不俗，贸然出手，其实是想试试山君神通。是我本领，你待如何？老夫想与山君联手，共同诛灭那移山鬼王。诛灭移山鬼王，你与他有何仇怨？老夫与他没有仇怨，只不过看上他一件宝物而已。你我联手，移山鬼王由你吞食，他的宝物由老夫取走，不知搬山君意下如何？尺度相拦，我虽有克制对我之能，但若是修为相差太大，也是无用。不知阁下可有应对之法？不必忧心，到时自有人会与那鬼王死斗，你我只需坐收渔人之利便可。通过搬山君所言，除了自称移山鬼王的厉鬼和2当家陈汉三以外，还有一位鬼姑。这鬼姑原本和陈汉三甚好，但在移山鬼王来了之后，就抛弃了陈汉三。移山的2头领陈汉三是在忍辱负重，以待时机，如此倒是有文章可做了。此时的陈汉三正坐在大殿主位旁边的副位上，缓缓从壶中吸取阳气。2头领，我们派去监视的小鬼发现了上次打伤您的道士，而且身边还跟着一个不好惹的和尚。哦，那又如何？大王现在神功未成，就已经压得您抬不起头了。一旦攻城，你是说借刀杀人？不多时，外面便传来了驱鬼经文。初始众鬼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可是没多久，这些鬼魂便一个个头昏马胀。鬼姑受不了了，直接去请大王出关。随即，一个7尺汉子直接爬入地面，看到了正念经的智素以及在一旁护法的冲准。鬼姑欲上前助阵，却被陈汉三拦住。大王法力无边，不用帮忙。另一边，搬山君和叶明也是在暗中窥伺，地窟中的鬼怪也不见出来助阵。冲准、智素2人很是意外，他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。移山鬼王见自己将要落败，反手一个布袋照着智素就扔了出来，智素便被吸了进去。这就是你看上的宝物，是挺厉害的。叶明之前不过随口胡诌诓骗搬山君而已，谁知一语成谶。冲准道人见智素被鬼王收走，一剑击了移山鬼王躲避不及，直接遁地躲进了地窟中。这下麻烦了，智素和尚被擒，想要再诛除移山鬼王，可就难了。大厅中，智素和尚被定在阵中，一身佛法都施展不得。大王，您怎么样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放心吧，一点小伤，很快就好了。扶我回闭关室。进了闭关室，移山鬼王将鬼姑也给赶了出去，并交代任何人不得靠近闭关室。谁也不知，某个天下第一盖世魔头已经先一步藏在里面。智素和尚说过的，鬼如果真的受伤过重，想要恢复，就必须在阴气浓郁之地沉睡一段时间才行。他怎么会是在打坐？有问题，有大问题！闭关室的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，一个略显消瘦的人影走了进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陈汉三。上集说到，叶明设计剿灭移山鬼王，移山鬼王重伤后逃到密室，没想到2统领陈汉三溜了进来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大王，你可别忘了，这里以前可是我的闭关室，我亲自督造的地方。你有事吗？大王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们就没必要演戏了。我来此的目的，你很清楚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
出去，以前的事既往不咎。出去，哈哈哈！你占了我的地盘，占了我的女人，现在居然跟我说既往不咎，你可真是大气呀！因果是你抢上山的压寨夫人，她的心里从来就……住口！你现在死到临头，还在强装镇定，被和尚、道士、虎妖连续攻击，我不相信你还有战胜我的修为，你去死吧！不可能，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修为？虽说有伤在身，打你也足够了。看着已经淡得快要消失的陈汉三，以山鬼王直接将其吞入腹中。暗中观察的叶明见此，甚是欢喜。虽然打不过，但做点坏事还是没问题。叶明缓缓接近以山鬼王腰间的袋子。儿郎们，咱们现在没有活路了。本王有一秘法，可以为大家提升实力，斩杀强敌。儿郎们可愿学习？小鬼们自是要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大王是什么提升实力的法子？是提升法力的法子。不过不是给你们提升，是给本王提升。鬼姑面露惊恐就要跑，一山鬼王一个闪身挡在了鬼姑面前。那就从你开始吧。叶明出来后，没有和搬山军在一起，独自研究起了偷来的神异袋子。这袋子使用起来倒是容易，只需法力催动便可，只能收食物，收不了魂体之类的存在。还以为是多厉害的大宝贝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嘿嘿。前辈在研究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移山鬼王现在伤势恶化，正在闭关室中苟延残喘。如果再不抓紧时机，恐怕就要被和尚道士消灭了。到时搬山军就吃不到了。你既然有能力轻易进出地库，为何不直接出手解决那一山鬼王？老夫是能轻易进出地窟，可老夫的攻击神通实在不强。而搬山军，你天生克制阴鬼之类，如果出手，威力自然比老夫大。要是他就这么死在和尚道士的手里，咱们谁也捞不到好处。说的在理，自己要是没知道一山鬼王，还不知何时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。地窟外，刚被叶明偷偷放出来的至尊听到猛虎的喊声。奇怪，为何贫僧会有种不祥之感？贫道也感觉情况有变，莫不是地窟中发生了某种变故？随后地面猛地爆开，搬山军的庞大身躯摔落在地，一个满身阴气密布的怪物冲出了地面。搬山军，汤鬼婆婆不要命地往即将冲出来的鬼物伸手，但迎接她的只是一张大口，直接将其吞入腹中。冲准道兄，这怪物应该是想强行融合为一，结果失败了，才成了如此模样。不用你说，贫道看出来了，这怪物思维混乱，咱们快往老鸦山上的镇注意。在他们离开后，叶明也钻了出来，先看了看搬山军的尸体，确认其已经死透了，这才追了上去。进了老鸦山范围，冲准道人停了下来，手中开始掐诀。霎时间，老鸦山内地火汹涌而出，那鬼物身上的阴气迅速溃散，不过短10几息就被烧得渣都不剩了。虽早就对地火焚煞阵有所预料，但亲眼见到了这大阵的威力，如何让老子不担心？老子一旦暴露，可能会引动正玄门掌门这样的狠角色出场。不行，以后还是低调点的好。叶明回头看到笼子里面有2个孩童尸体，这老子不是已经放了那2个孩童回去吗？为什么这里又有2个孩童？叶明把上次的2个孩子送回了村子，村长以为虎神不满，又连夜选了2个给送去了，其中1个还是自己的亲孙子，浪费，真是可惜了，多好的进食机会啊，就这么错过了。次日，村长发现在家门口倒着2具尸体，完了，全完了，虎神还是不满意，所有人都要死了。村长，门上有字。只见门上赫然写着从此之后无需祭品8个大字。没事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交祭品了，再也不用了。小柱，是爷爷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你呀。叶明走到一块大青石旁边时，周围忽然冒出3道白光，只见一只猫妖被困在阵中，此妖正是那日偷郑玄武刑法之人。前辈快救我，这里有道门阵法。哦，这个是老夫布置的。前辈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帮你诱惑人过来，全都给你。老夫口味独特，不喜食人，只吃其他妖邪。我知道一处秘藏之地，那里有好东西。原来他本是山间一只普通野猫，因缘际会之下，吸收了一处秘藏中溢出的一丝法力，被点化了灵智，这才化而为妖。成为妖后，他多次尝试进入那处秘藏中，可怎么也进不去。也是因此，他才盯上了记载郑玄武刑法的国书。地方在哪儿？前辈，只要你答应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交出1魂1魄，老夫先帮你保存着。听到叶明的话语声，妖女松了口气，知道小命暂时保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倒把野猫妖女问住。她自成妖以来，从来没有取过什么名字，自己也不在乎。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多不方便。这样吧，老夫给你取一个，如何？请前辈赐名。老夫见你这么爱哭，不如就叫这么，如何？谢
谢前辈。野猫妖女也不在乎名字好坏之类，为了活下去，什么都愿意答应。不过叶明也只是跟她开了个玩笑，最后取名泪灵。回村之后，叶明打算去村子北边看看文小姐怎样了。哎，看书，小姐已经好几天没有看书了，怎么又想起看书了？数天不见，文小姐看的内容居然还能跟上次自己离开前的内容接上，难道她这些天都没看书？随后，叶明发现文小姐的闺房中多了不少的刺绣作品，都是些手帕之类，想来是最近忙于女工，没时间看书吧。送别冲准二人之后，叶明的日子清闲下来了。这天，文小姐的闺房中加多了几床被子，门窗也都被锁死，房间的正中央摆了大火盆。绿衣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明日就是我的生辰了，今年我想吃顿好的。小姐，不行的，要是没有这些，你明天可能会。小姐，绿衣不想你出事，绿衣想永远跟在小姐身边。不知为何，文小姐今天吸引来的阴气格外的多。过了子时，就算是7月15中元鬼节了。自从幼时开始陪伴小姐，绿衣在每年的中元节这一天都是彻夜不眠的，因为这一天的小姐病情最为严重，身体冷得像冰块一样，随时都可能会死去。在子时到来的一瞬间，阴气海量的阴气涌向文小姐的身体。这一刻，叶明明白了绿衣担心的是什么东西。这何止是痛苦，一个弄不好，阴气过盛，恐怕会当场死亡。如果说每年的7月15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文小姐能活到现在，真是老天保佑了。叶明不断炼化阴气，化为自身魔气。小姐除了子时身体凉了一点，之后体温就保持正常了。相比于往年，情况不知好了多少，甚至小姐都没有因痛苦而醒来。太好了，小姐没事。这是文小姐睡得最舒服的一个夜晚了。次日，泪灵出现了。主人，带路去秘藏。叶明的话让泪灵心头一沉，他就怕叶明要去找秘藏，一旦得到秘藏，自己失去价值，那后果怎么还不走？这就走。主人，请随我来。泪灵所说的秘藏，就在距离岩画府400多里的灵璧府深山中。来到了一处荒山野岭深处，这里瘴气弥漫，一般人根本不敢靠近。主人，前面就是目的地了。一股吸力突然将叶明吸了进去。山腹的钟摆有一张桌案，案上横放着一柄剑和一纸书信，在桌案旁边还摆放着一个炼丹炉和一身衣物。叶明拿起桌案上的书信，这是一位自称灵魅真人的高人留下的遗书。原来灵魅真人本是正玄门和清一门弟子，可后来灵魅真人脱离两家，成了一个散修，在此期间斩妖除魔无数。由于本身擅长用剑，又修炼了道门有名的三昧真火神通，他将自身剑术与三昧真火融合，功法与法术融合，修成了别具一格的灵魅剑诀。这门法诀既是法术，也是功法，更是剑诀，只是太强，无法突破了。后来真魔出世，重伤的灵魅真人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寻了一处地界羽化了。他还有未完之事，希望后人完成。第一便是希望后人能找到突破灵魅剑诀的办法。第二，他在真魔乱世时斩杀了太多鬼怪，本来要在事后将这些鬼怪的阴丹全部处理的，结果自己重伤垂死，无奈只能将那些阴丹封印在丹炉中，希望后人可以妥善处理掉。为是答谢，还特意留下了修炼三昧真火需要用到的君臣民3器。最后则是希望能将他的佩剑交还正玄门。叶明看向桌案旁的丹炉，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枚散发着微微阴气的阴丹。等等，不是说有大量阴丹被封印在丹炉中吗？怎么就只有1颗？其他的阴丹呢？难道因为时间太长自行散掉了？不对，这枚阴丹有点不一样哦。上集说到，叶明在猫妖的带领下，来到了灵魅真人羽化的秘境之中，寻得了几件宝物和一个剑诀。只是叶明是魔，不能用真人留下君臣民3器，但可以采集人间3尸之气代替修炼。这本剑诀太厉害了，老子一定要修成，从而成为世间第1大魔头。只是看样子要收集3尸之气才行。次日，老张村祠堂中来了一个乞丐。人参之魔，看来你得了灵魅真人衣钵。你能看见我？障开则明，灵魅则会。你以魔身修灵魅，倒是刚好，许能超过灵魅真人。你是在寻3尸之气哦？寻之不得，请前辈赐教。3尸之气世人皆有之，但多不堪用，少数堪用者亦是难寻。你若想寻，我可教你。此书名为甲子占，共天地人3册，此为人册，善算人事祸福。以此可寻上品3尸之气。上品3尸之气虽好，但还不足。若能寻到3尸气中验、智、伦为最。哦，验、智、伦，你可有志向？我要做盖世魔头，祸乱天下。大风起，黄沙卷，山峦震，江河决，庙堂乱，江湖杀，富家破，贫家亡。新的魔头又要出世了。我定会成为历代最强魔头。小院内那纯阴之女万不可死，否则祸大难至。我加入幽冥，可顺带寻活人纯阴修行之法，若有得，便与之。哦，前辈去幽冥有事？自天庭远去，只得飞升，不得下界后，幽冥亦有远离之危。我此去便为一探究竟，将此珠子交给纯阴之女佩戴，可缓解1年阴气侵蚀。阴气满后，此珠赤黑，其吸走其中阴气，
复可再用。我将去幽冥，这副肉身便借于你了。你可用此肉身踏遍山川湖海。还未请教前辈姓名？我名杨路明，原是天目门弟子。天目门最善陵墓，神眼神通。我派祖师乃清源妙道真君杨真是也。门中曾无人妖之恋，我父为门中大长老，暗中违规，与一路女生我。我生具神眼，却不受门人喜爱。后我母允没，我父被罚终身幽禁，我亦被逐出，独自闯荡100余年，乃有所成。你用我之躯，切记留意天目门之人，万不可在天目门人眼下现出魔形，否则必被追根溯源，在劫难逃。叶明没想到这位大佬居然还有这样的过去，可需我为前辈报仇雪恨。不必，该报的仇已报了，你只需小心便可。一罢，叶明发现只有一具空壳在此。深夜，此时文小姐正裹着厚厚的被子，闭目躺在床上，表情痛苦。因为叶明这1月多时间都在秘境修炼，文小姐的身体自然就受不了了。他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。小姐，别说话，我给你煮了1碗粥。绿衣，我没什么胃口，不吃东西怎么行？多少都要吃点儿。这时，叶明想到了办法。虎骨有增骨生肌、强身健体之效。上次搬山君的尸身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可以给文小姐试试。文小姐吃了以后，身体立马有了好转，随后一连吃了3碗，最后很不淑女的看得绿衣满眼的不可思议。今天的小姐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啊！绿衣，你也吃些吧。一口吃下，绿衣瞪大了眼睛，这也太好吃了！自己的厨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下一刻，绿衣发出了惊恐的女高音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绿衣一双3寸金莲已然变成了大脚，说是大脚，其实也不过是这个年纪女孩正常大小罢了。我的脚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小姐，你的脚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大脚也有大脚的好处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怎么不是坏事？小姐，你见过哪家大户人家的小姐是大脚的？只有那些山野村姑是大脚。谁说的？我可听说本朝太祖的皇后，母仪天下的女人，她也是大脚呢。可是没事的，你看我不也是大脚了吗？我们都一样。绿衣调整了心态，伸手去拿桌上的食盒，然后食盒就被绿衣直接甩飞了出去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很快，绿衣发现了问题，食盒变轻了，一用力，直接将桌子拍了个粉碎。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看着绿衣的窘迫样，文小姐扑哧一声笑了。小姐，你还笑？绿衣，你没感觉自己的力气变大了吗？好像是的。小姐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我也在等呢。等他主动现身。叶明见此，知道装不下去了。文小姐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我的？你第一次在我头上修炼的时候。那我当时试探你，你为何装作看不见？因为觉得有气。你是叶明将军，是你一直在帮小姐，那些书都是你送的，我们的脚变大也是你搞的鬼，快把我们的脚变回去，快点！绿衣不得无礼，你们脚变大真是意外，我也不知怎么变回去。说你偷偷接近小姐，你有什么图谋？绿衣，叶明将军是本地神明，怎么会心怀不轨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经常进小姐的房间来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闯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房间？可我不是人啊，我是神仙，而且我可以随意变换形态的。说着，叶明直接变成了绿衣的样子。绿衣见此，直接惊得哑口无言。采薇多谢叶明将军这些时日的照料，今后也请叶明将军多多关照。今后可能不会常来了，我近期要去寻找一些东西，这枚珠子你拿着，可保你1年不受魔气侵扰。还有这本功法给你，我不再得这段时日，保护好你家小姐。那还用你说？那要多久回来？1年必回。文小姐有些沉默，不知可否允我一试？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文小姐抓着叶明的手臂飞在夜空中，看向黑夜中的村庄。原来从空中看去，即便是平日里见惯的景物，也会有所不同。世间如此博大，可我等女子终一生也只能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，何其遗憾。等我成盖世魔头，祸乱天下，第一个就要违反纲常，让女子也能如男子一般游遍五湖四海，名山大川。这样的坏事可不好干成，我们的大魔王可要努力了。这一晚，文小姐不知飞了多久，将整个老鹰山范围都逛了一遍。绿衣见文小姐回来，拉着文小姐检查起她全身上下。不用担心我没事。算你识相，你能看见我了。很好，我照着那本书试着学了一下，感受到了书上所说之气，如今也算是修行中人了，自然能看到你。一般人修法想要入门，恐怕没个3年5载，那是不成的。没想到绿衣不到1个晚上，还是无人指导的情况下，就已经摸到门道了，这天资当真恐怖。几月后，城中莫名多了一个算命的瞎眼乞丐。这日，酒馆伙计刚开门，就见到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出现在店门口。去，一大早的还没开张呢，就来要饭了。没有，一边去！我不讨饭，我来救人。救人？你先救自己吧。我来救一个女娃，你要是不让进，那一会儿可得亲自来请了。伙计只当乞丐在胡扯，根本不信，将乞丐轰了出去。刘掌柜闻声来到前厅，小五，何人在外边喧哗啊？来了个乞丐，让我给赶走了。哎，
我平日里不是说了吗？遇到困难之人能帮便帮上一帮。掌柜的，不是我不帮，那乞丐为了蹭吃的，瞎说什么事来？咱店就一个女娃的，您说好笑不？这年头为了点吃的，什么都编得出来。刘掌柜听到小五说救女娃后，表情一变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这么说的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？这几日我家小丫头一直昏迷不醒，这是神仙来救她了，快去把人追回来！哦，什么？那乞丐临走前说赶走了他，肯定还要亲自去找他，没想到也应验了。幸好那乞丐没有离开，而是躺在一处墙角。乞丐高人。你来了，高人，您说的对，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向您赔罪了。我们掌柜的让我来请您。好，态度还算诚恳，那走吧。只见一个女娃像是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，刘掌柜说已经睡了7日有余了，再不醒来，饿也饿死了。这女娃现在情形危急，耽搁不得，你需速按我的药方抓药才行。锅口大的笼屉5层，准备40斤粗面，4斤细沙，粗面细沙混在一起，做成馒头，全部蒸熟。哦，蒸馒头本就不复杂，不出1个时辰，5大笼屉馒头就已经全部蒸好了。请问先生，这馒头一顿给小女吃多少？给她吃？谁说要给她吃？这不是给小女准备的药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些馒头都是给外面那些乞丐、穷人吃的。带人将所有的馒头带上，分给附近所有穷人、乞丐，让他们吃顿饱的。这先生菩萨心肠，救助穷苦，某自愧不如，只是不知小女的病。这不就是治病的方法吗？这是何方法？请先生指教。将女娃娃带来，放入笼屉中，用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保管病愈。什么？蒸活人还用大火？你见过用笼屉蒸人来治病的吗？这个女娃前几日突然昏迷不醒，找了许多大夫也是无能为力。直到这天门口来了个瞎眼乞丐，将人带来，放入笼屉中，用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保管病愈。蒸活人还用大火，这怎么行？我问你，你那女儿近年来可做过什么伤人害命之事？不曾，我女儿一向乖巧可人，怎会做此等事？既然掌柜的不愿说实话，那贵千金的病就不用治了。先生留步，我说实话就是了。实不相瞒，小女自幼顽劣，不裹脚，不学女工，天就喜欢些舞刀弄枪之事。1年前在外练习射箭时，不小心射中一人膝盖，那人回家之后不久便不治身亡了。我私心作祟，就将此事给瞒了下来。为了弥补亏欠，我暗中向那家人救济了不少衣食和20两银子。他们家本就贫困难保，还欠了别人不少钱。我此旨可谓是救了他们家剩下之人的性命，请先生明鉴。小女当时绝无害人之意，完全是误伤，请念在我等诚心悔过的份上，救小女这一次吧。办法我已说了，放进笼屉里，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病自痊愈。这先生当真不是在戏耍于我？信不信由你。这个乞丐既然连1年前无人目击的事都知道，想必真是有本事的高人，倒不如试上一试。刘掌柜和伙计一起将昏迷中的刘小姐放进了笼屉中，生火大火。之后的2个时辰里，刘掌柜坐立不安，不时观察一下叶明的反应，但见叶明不是饮酒，就是逗猫，或是给猫灌酒。这么养猫，还没把猫养死，这猫命真大。在快到2个时辰时，忽然听到笼屉中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谁人害我？”声音传出的同时，笼屉顶直接被打飞，一个全身都是热腾腾蒸汽的女子从中跳了出来。云娘，你没事了。听到父亲的呼唤，刘云娘先是一愣，又保持着戒备的样子。对，没想到爹爹，你居然想害我，虎毒不食子，你居然想将我蒸着吃了，实在歹毒。刘掌柜面色一黑，一个脑瓜崩打在刘云娘的头上。哎呀，爹，你打我作甚？你这个死丫头，知不知道这几天差点吓死你爹？你要是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和你娘交代？快给救你命的先生磕个头！救什么命？你还说你这几天气若游丝，怎么也好不了？爹都差点以为你要死了，可吓死爹了啊！有这回事？我就记得我梦到一个仙人教我武功，我跟着他习武，结果练着练着就感觉身上越来越烫，我以为是仙人的考验，就一直硬撑着。后来实在撑不住了，就醒来了，发现自己居然在笼屉里被人蒸。哦，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有邪祟引贵千金入梦，想在梦中杀死他，占据他的身体。那这和笼屉蒸人有什么关系？笼屉蒸人可使阳气入体，引魂还身，自能破解那邪祟的法术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先生恩德。我不信，那仙人教我的都是真才实学，上乘武功，我看你才是邪祟，打断我习得绝世武艺。那我问你，你练习那所谓的上乘武学时，是否感觉越练越虚弱，越练越感觉力不从心？是，那又如何？上乘武学难以掌握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我再问你，
你，那所谓仙人一开始是不是不敢接近你？随着你越来越虚弱，他也离得越来越近了。这难道刘掌柜害怕那邪祟又上门，求叶明给个解决之法。叶明让他去城隍庙求一座神像便可。刘掌柜又问叶明需要多少银两感谢。无需银两，只需将你家的驴子送我做个脚力便可。我家并无驴子。什么？你家不是应该养了很多驴子吗？没有啊，我家从未。说起来，我在盘下这里之前，这里的确是一家大户养女子的地方。靠，卦没算准，白忙活了。泪灵躲在一边，身体微微抽搐，不是生病了，而是在憋笑。哈哈哈！没想到这个老魔头也有失算的一天，白忙活了一趟，啥也没捞着。好在刘掌柜也没有真的让叶明办忙活，赠送了一坛10年陈酿女儿红。叶明掐指一算，分明只有8年9个月，哪有10年？先生弄虚作假。郁闷的找了个墙角品尝起了美酒，将美酒一滴不剩的全都喝光。叶明又再次卜算起来。榕树镇5里外有一座李氏庄园，专门饲养各种家畜禽类，为盐化府的大老爷们提供肉食。一个小伙子正为一头驴洗澡，旁边一个老年的长工嘱咐道：“你小子小心点儿，要是把庄主的宝贝驴子弄破了皮，等心安收拾。”知道，你都说好几遍了。老叔，你说咱们庄子里好处理也不少，庄主怎么就稀罕这么一头驴子呢？你小子新来顿，不知道也正常。这么说，这里面还有事儿？那可不，李庄主因为从事牲畜家禽买卖，格外信佛，希望这些因自己而死的畜生们来世投个好胎，不要危害自己，因此十分乐善好施。有一个名叫李根的长工，在他家干了许多年，任劳任怨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李根家里老母亲病了，没钱治病，李根找庄主借钱，庄主大方借了钱给他，前前后后一共借了7两银子。老母亲是治好了，可李根也完全还不起钱，只能努力为庄主卖苦力。庄主感念他孝顺又踏实肯干，直接免了他欠的银两。李根大为感动，发誓来世化作一头驴子，继续为庄主干活。结果刚发完誓的第2天，外出放牛时就被不知哪来的猎人夜射中了膝盖，一命呜呼了。当天晚上，庄主梦到李根托梦，说是来世再报庄主大恩。庄主梦中惊醒，结果听说当晚家里的驴棚中有一头新驴子出生，庄主以为梦境应验，从此以后对这驴子大为重视。而那小驴子自出生开始就十分老实，干活相当卖力，一点不偷奸耍滑。庄主因此更加认定这驴子就是李根转世，取名叫驴根，凡出行必骑此驴。这真是人转世变的。反正大家都这么说，庄主也宝贝的紧，应该差不了。要是我将来投胎转世，不知会变成什么。你小子少做缺德事，多积阴德，下辈子争取还当人。两人正说着，却听另一边院子有人在讨论什么庄园里来了高人。老长工和年轻长工也跟着一起去看热闹。一个乞丐模样的瞎子正为人算命，而且是不准不要钱。别说这瞎子乞丐真有几分本事，一算一个准。帮我算一下姻缘。你的姻缘嘛，很近了，半年之内就会出现。真的？那我这姻缘是好姻缘还是坏姻缘？你这姻缘分量很重。分量重？难道自己将要翻身，娶到富贵人家的小姐不成？不然怎么说是分量重呢？对，分量相当重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听到了吗？我的姻缘分量很重，说不定就被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看上了呢。正在此时，忽然听到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：“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活不干了，都滚去干活去！”众园丁们见到李管家出现，赶紧散了。等我将来翻身了，一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狗仗人势的李管家。庄主那么和善，就这个李管家不是个东西，最招人恨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庄主就是不愿意换掉这个讨人厌的家伙。李管家喝退众人后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来到叶明面前。算卦的，能给我算一卦吗？算什么？算我的子孙福祉。你到目前为止一共生过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大多夭折了，如今仅剩1儿1女。女儿出阁后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但都能度过。见叶明轻易说出了他的情况，李管家连忙追问：“那儿子呢？安然活过20岁不成问题。那20岁之后呢？你可以考虑好好培养孙子。”听叶明这么说，李管家已然明白了什么，叹了口气：“小儿今年已经19了，儿媳也已怀孕。5文钱。”李管家知道规矩，从钱袋里摸出5文钱，交给叶明。先生，庄主有请。两人进了庄园内庭，见到了一身绸缎服饰的李庄主。商人是不允许穿绸缎的，这位李庄主明显逾矩。先生，请坐喝茶。不喝茶，不喝茶。先生真是有高人风范。上酒，上酒来。随后李管家退下去，安排酒去了。听闻先生精于测算之术，李某也想请先生算上一卦。好说，不知李庄主要算什么？李某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是要算财运了。李庄主财运滚滚，最近3年都只会赚不会赔。那3年后呢？天灾要防，人祸更要防。
李庄主闻言，眼神闪动，不知在思考什么。李某还想请先生再算一卦。算什么？算李某阴德如何？李庄主一脸紧张，他找过好几个所谓高人算过阴德，但都没得到答案。庄主应该不姓李吧？听到叶明这话，李庄主眼神一凝。李某以前姓崔，现在姓李。李庄主杀过人吧？还不少。不错，李某年轻时曾经占山为王。李庄主现在是在痛改前非吗？一开始开这庄园只是为了隐姓埋名，退出江湖，可心里始终害怕，信了佛又恐惧于阴德有损，来世做不得人。要是成了畜生的话，请问先生，李某的阴德到底几何？恐怕庄主还要再积10来年阴德。李庄主松了口气，还有希望。那不知李某的阳寿还有几何？庄主可主动多做善事，加快阴德积累。李某谢过先生此番指点，今后必定多行善事，了结往日恶果。不知先生此番测算需银钱几何？无需银钱，但需驴子1头。驴子？李某这里驴子倒是有不少，先生说的是哪一头？就是李庄主想的那一头。一头驴子走在官道上，背上一个乞丐模样的人道坐着。驴子正是叶明和辛德的脚力驴根，乘着驴根一路往岩化府方向走去。根据他的占卜，岩化府中有一道较强的3尸气存在，虽然不知是哪一种，但都值得叶明跑一趟。进了岩化府，一个富贵大老爷一眼就看到叶明。高人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此人是赵员外，之前就是杨路明曾帮过他。赵员外啊，有事吗？高人，您能帮我算一算吗？好啊，算什么？算子孙福泽。叶明忽然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，看了赵员外一眼。高人，可是我家又有什么事？的确有事，你今晚在房中不要睡觉，察觉有异常，直接找去便可，自可发现问题。发现问题，直接过去。要是有妖怪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完了？放心，让你直接过去，你自然不会有事。这高人，要不您也去比府小住一夜，如何？贵府可有好酒？有，我府上有最上等的好酒。对了，我的驴帮我看好为保了。高人放心，仙家坐骑一定给您照顾好了。一旁的乞丐都看呆了，万万没想到高高在上的赵员外居然会如此低姿态的对待一个乞丐。进了赵府，赵员外直接奉上好酒好菜，就连驴根都吃上了小麦。这可是普通人家许久都吃不上的宝贵小麦，现在居然用来为驴。叶明也是毫不客气，他发现大户人家的负面情绪一点不比外面的穷人差，尤其是嫉妒、攀比之气甚为明显，让叶明感觉很舒服。赵员外总是旁敲侧击，想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，但叶明就是不说，只表示到时便知。到了晚上，赵员外也不嫌脏，非要让叶明进他的卧室休息，他自己按照叶明的吩咐坐在桌前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的等。前半夜无事发生，之后半夜忽然听到府中后院传出一声女子的尖叫声：“小姐，是二小姐。”去看看。直到二小姐房间外连声惨叫传了出来，众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，这声音好熟悉，是大少爷。家丁们连忙收手，再一看被打的正是赵家大公子。赵员外扶着叶明进来，一看被打的是自己大儿子，十分意外。再一看二女儿，脑子嗡的一下。此时赵家二小姐身上多处都暴露在众人面前，看样子刚才似乎遭遇了什么不可描述之事。赵员外坐在正堂，看着跪在地上的赵公子和几个平日里跟着他的恶奴。爹，我孽障，你住口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回老爷的话，少爷他今晚在春香楼喝多了，说喜欢自己妹妹好久了，趁着酒兴回来，要和二小姐成就好事。赵员外闻言差点气晕过去。畜生！你们这群畜生，都是你们这群畜生害的！把他们拉出去，全部沉塘淹死！老爷饶命啊！不关我们的事，都是大少爷的想法啊，我们冤啊！爹，他知错了。爹，我是你儿子呀，你亲儿子，你不能，求爹饶了我这次吧，求你了。这时赵夫人从后院回来，娘，救我，爹要杀我，爹要杀我。还好阻止的及时，没到最后一步。赵员外闻言也是大松了一口气，但紧接着他又看向了府中的家丁们。今天这事没法瞒下去了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。虽说都是赵家家丁，但这些人绝不会保密，而且这些人中必然会有自己对家的奸细在。今日之事，恐怕明天一早就要在岩化府中传开了。你这畜生，你可知道你这一出，将我赵家多年的名声全都败坏了。老爷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此事啊。高人，您可有办法解决此事？我只管鬼神之事，人间事不归我管。赵员外闻言面露失望之色，知道这事只能自己解决了。玉婉他被这么多人看到了身子，有失贞洁，如我赵家门风，当受家法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玉婉他？我知道这对不起玉婉，可总不能因为他牺牲老大吧？要怪就怪他是女儿身吧。老爷，她是我生下的，也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这样，如今的情况，亲儿子和亲女儿只能活一个，你自己选吧。
娘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呀。娘，孩儿不想死啊。看着大儿子这副样子，赵夫人闭上了眼睛。玉婉，是娘对不起你。二小姐有失贞洁，败坏门风，命你们前去执行家法。此件事了，我也告辞了。哎，家门不幸，让您见笑了。树林中，就这儿吧。行，走吧。等等，干嘛？你不觉得二小姐长得很好看吗？能有怎么样？死都死了，这不是刚死吗？听说大公子都没成功，咱们是不是可以？你疯了，这可是死人。这才死多久，跟活人也差不多。再说了，这里就我们两个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可你不愿意那算了，你把风我自己来，这可是平时看都不敢看的二小姐啊。行，就这一次。我先说的，我先来。一人说着就要对赵玉婉的尸体动手动脚。就在此时，忽然听到一声诡异的声响在周围响起，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两人一个机灵，头脑清醒了不少。这什么情况？不会是有什么脏东西吧？你别瞎说，这里怎么会有？不待他的话说完，那冷风也刮得更厉害了。鬼，有鬼啊！待两人跑远，便见一只野猫出现在枝头，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。一头驴从林中走了出来，驴背上坐着一个乞丐，正是叶明。从驴跟背上下来，叶明走到板车边，醒来，醒来，莫要再睡。被他这么一敲，躺在板车上的赵玉婉忽然咳嗽了起来。